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世界上最接近神的男人——尼古拉·特斯拉。那我们一说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啊，一般就是都讲到的是爱因斯坦。那这个呢，主要是指他理论方面牛，但是如果比实践的话，特斯拉绝对是王者了，没有之一。现在的那个特斯拉电动车，就是为了纪念特斯拉起的。我们现在用的有关所有电的东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建立在特斯拉发明基础之上的。但是呢，我们从小课本里啊，就从来没有提过他。一般呀都是爱因斯坦呀、牛顿呀，是吧？是因为只要遇到特斯拉这个名字，都故意的被回避了，因为他当时啊发明的很多的东西都非常变态，很多直到现在都是属于美国军方的最高机密，而且呢，甚至有很多人都认为他很可能就根本不是地球人。特斯拉呢是1856年出生在当时奥地利帝国的一个农村，就是现在的克罗地亚。他生下来身体的构造就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从小呢身上得一种怪病，他眼前啊经常浮现出各种幻觉，就是幻听幻视，就跟这精神分裂似的。而且呢，就是好像能够看到另外一个维度，比如说在这儿待着呢，忽然来一个人，冒出一人来就跟你说话，或者是有其他各种的画面。而且特别真实。还有呢，就是他平时想什么，或者比如看了一个场景，随便看一个东西之后，他脑子里就直接非常精准的画面就出来了。但是这种病呢，就让他自己呢挺害怕的。你说每天动不动冒出个人来跟你说话，这一般都是电影里边演人格分裂。哎，对，所以呢，从小呢就对他造成了很多困扰。但是呢，这个凡事啊都有两面性，就因为他有这个特殊能力，才成就了他之后无数的伟大的发明。因为不管多复杂、多精密的设计，别人都需要动手做实验，他不用，直接脑子里想，画面就出来了，结果肯定是那样的。那确实不是常人。对呀，所以他从小就是学霸，人学习也好，别人考试还得动手算，用算盘算，他就想出来了，他直接用脑子想就出结果了，你知道吗？本来他家里是想让他当牧师的，因为他爸就是一个神父。一看这种情况，最后家里呢就送他去了当时最好的大学去读电力工程。在他一上大学以后，立马就迷上了当时的法拉第的电磁定律，尤其是对交流电特别感兴趣。那个年代啊，是18几几年，就19世纪末期，刚开始普及用电灯泡啊什么的，所有人家里用的都是直流电，跟咱们现在不一样，咱们是交流电，效率比较低，局限性也高。所以呢，当时特斯拉呢就非常想研究一套交流电系统，他觉得交流电更好，不仅这能效高，而且传输距离远，各方面都先进。但是呢，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当时这个大学的老师水平都太差了。他觉得对自己研究没帮助，你知道吗？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耽误自己了。然后你知道他干嘛了吗？直接辍学了，学位证也没要。所以说一般天才都是爱辍学。辍学之后呢，特斯拉呢他就边工作边自己研究自己的发明，直到28岁的时候移民美国，在一家公司就工作。那个公司可厉害了，公司的老板就是当时特斯拉从小的偶像，当时声名大赫的托马斯·爱迪生。爱迪生灯泡公司，那他是专门去的吧？专门投靠爱迪生的，被人引荐过去。我们从小，刚才你说，对呀，你看你都知道，我们从小呢，教科书上就说爱迪生发明的灯泡，对啊，发明的电灯，其实这是假的。我跟你讲，教科书里基本上都是假的啊。爱迪生呢，他是第一个注册电灯专利的人，他身上有上千个发明专利，基本上都不是他干的，不是他手下员工发明的，就是其他人发明的，他抢占过来或者买过来注册专利。所以爱迪生其实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啊，把自己塑造成科学家了。那特斯拉不知道呀，他就觉得爱迪生就是他的伯乐，当时的偶像呀，他就觉得爱迪生能帮他实现他交流电的梦想，就投奔了。但是来了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到爱迪生工作的是在188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呀，爱迪生的直流电和灯泡就已经进入商业化了。爱迪生呢，那会儿他就只想赚钱，卖灯泡，卖灯泡就够了。人家刚刚用电，灯泡都是有钱人用的，就我这只需要卖灯泡，其他我都不用管了。但是呢，你特斯拉来了，你说你想搞交流电，先不说这玩意儿行不行，浪费人力物力，我再花钱雇上你，本来听着不靠谱，你研究不出来，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成本。但是如果你要真搞成了交流电，那就更要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卖不出去了。对呀，我所有现在整个行业的零件标准，上游下游都是直流电的标准。你这一来都改交流电了，我整个上下游产业链全都被你颠覆了，我还挣什么钱呀？我前期投资我全打水漂了。比如说你又拿地
又建商场又装修，就还没开业呢，啪，旁边开拼多多，啥都便宜，你说这买卖咋干呀？所以呢，爱迪生就跟这个特斯拉说啊，说你呀，你先别着急研究这交流电啊，你现在这太远了，你呢先把咱眼前的，咱们现在这个公司的发电系统先帮我改进改进，你把这个改进好了，我就给你5万美金。特斯拉一想，可以啊，行啊，先别说那么远的了，我现在挣钱再说啊，这钱不少呢。18几年，你像特斯拉属于高薪了，一个月工资大概几十块美金，赶的呢特斯拉也牛，没到6月就完成了一套全新的电力系统。爱迪生干嘛呢？爱迪生拿着这系统就直接自己注册专利，大赚一笔。完事儿以后呢，特斯拉直啊假白甜啊，他就跟爱迪生要钱去了，说你看这个我也发明设计出来了，对吧？你当时答应给我5万美金，然后你知道爱迪生说什么吗？爱迪生说：“哦，你当真呀？你怎么不了解我们美国式幽默呀？跟你弄着玩呢，你当真了，你知道吗？”天呐，特斯拉直接，我去你！不废话，直接辞职不干了。我大学都能说退学，我一破工作我还至于吗？辞职走了，痛快是痛快了。特斯拉直接失业了，他干了1年挖沟工人，挖沟去，生活所迫啊。对呀，但是呢，俗话说呀，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所以之后呢，特斯拉就到处演讲，宣传他的这交流电，包括当时他发明了一个叫特斯拉线圈，就一个球，嘶嘶嘶放电。我看过，哎，就那个致命魔术里面那球，那就是特斯拉发明的。我都以为这个是电脑做的。不，它是无线电的前身，特斯拉线圈。所以呢，当时他的演讲啊，就吸引了很多有钱人给他投资。之后呢，就专门为他这些项目成立公司。注册专利，当时特斯拉以前很多的理论性发明，很快的变成了现实。交流电的这个理念呢，就开始进入市场了。之后呢，公司大火，给他投资人呢也赚钱了，赚了很多钱。他呢不在乎钱，赶的投资人也会说话啊，这成本高啊什么呀，我们也付出很多钱，最后大部分都给了投资人了。他没赚到什么钱，但是也有一少部分吧。但主要他赚了名誉了，改进了这个交流电，对吧？大家都高兴。但是呢，所有人都高兴，只有一个人不高兴。你知道谁不高兴吗？爱迪生啊！你这样干下去，你交流电这公司陆续进入市场，那我以后再过2年我别干了。所以呢，爱迪生呢就用各种我们现代人讲叫卑鄙的手段来去破坏当时特斯拉交流电的声誉。很多啊，我就打一个比方，他跟美国的立法会啊就说，因为那会儿还有死刑呢，美国说把这个死刑啊，以前的死刑都是绞刑，说以后死刑别用绞刑了，咱们用电刑。电刑呢用什么电？你得用交流电，因为交流电大。像我们现在家里用的交流电，电厂发出来都是高压电，到每个家就变成220伏了。交流电它电压它高，所以爱迪生当时呢还发明了一个死刑电椅，死刑的电椅就是爱迪生发明的。你记不记得我们看《绿底奇迹》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就是刚刚实行了电刑，好多人特别对，好多人特别惨的被烧的，因为好多人一下没电死啊，烧好几回。还有一次呢，爱迪生呢就现场专门拉了一头活大象，就用这个电刑直接把大象活活电死了啊，非常残忍啊。所以呢，这个呢就让当时的很多人就开始抵触、恐惧交流电了，觉得这玩意儿太危险了。所以当时呢，到底是直流电更好还是交流电更好，引发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斗争。历史上呢还有一个名称，就叫电力战争。但是呢，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呢，你也不是常事儿啊，硬实力是王道。最终在1933年，当时著名的芝加哥世博会上，特斯拉的公司就中标，负责当时现场所有的用电设备。当时人类呢第一次在晚上用电灯点亮了全部的会场啊，非常壮观啊。同时后来特斯拉的公司又拿下人类当时第一个水电站工程尼亚加纳大瀑布水电站。那这个呢就最终标志着这场电力战争爱迪生最终失败，他的直流电出局。虽然赢了啊，特斯拉其实根本不在乎，他不在乎这个对手，因为他这是刚刚开始是吧？他没当回事儿。因为呢交流电对他来讲他已经看不上了，因为这交流电技术也就那样了，反正也量产了，基本上也都开始这个商业化了。他呢就转手开始研究一个新的超出当时所有人想象力的技术，就是无线电技术。有一位巨鳄当时就特别看好无线电这个前景，就投资给特斯拉了。我们之前节目里讲过，他就是当时这个世界3大家族之一的摩根家族的掌舵人 JP 摩根。他呢就给特斯拉找场地，提供资金，在美国的长岛啊建立一个著名的塔——奥登克里佛塔。摩根的目的呢很简单，就是让特斯拉你给我研究这个无线电通讯，远距离的电话这种跟飞机上沟通呀等等的，这样它能商业化挣钱呀。特斯拉呢牛呀也争气，很快就发明出来了，设计出来了。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他这事儿就没告诉摩根，
他还让摩根继续给他投钱，因为呢，在他心里他根本看不上无线电通讯，他想要设计是真正的无线电。什么叫真正的无线电？终极目标是什么？你听啊，他想要设计出一种塔，能够接收太阳能的能量，然后呢，在地球上遍布都建着这种塔，这样呢，地球就能大面积接收太阳能量，把这种能量直接转化成电能，然后再通过这个塔无限放电，这样呢，人类就能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能用上源源不断的免费的不需要用线连接的电。比如说无线灯泡没有线，咱们这个得装电池，不用装电池。我们现在之前用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往那一搁连接了，他想的就根本不用充电，你到哪都有电，就自动的，空气中全是电，你理解吗？他想要这种东西，那就纯免费吧。哎，你说对了，人类呢也不需要发电厂了，不用发电了，自然太阳能啊，随便接收啊。而且当时呢，他还发现宇宙的能量本质就是频率和共振，他还想用这种塔直接接收来自外星的文明信息。所以你就说，就现在100多年了，100多年的现在，你敢想吗？你现在都不敢想，别说别的，你就现在电费最起码都没那么贵了，不像欧洲电费还那么贵。但呢，这个时候呢出问题了，有一个叫马可尼的，也是一科学家，他呢就把特斯拉先发明出来那个他看不上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他直接拿去抢先注册专利，注册了17项，凭这个马可尼就直接获得了1909年的诺贝尔奖。当时人们呢还称他作为无线电通讯之父啊。特斯拉就知道了，急了，你这不行呀，就直接起诉马可尼了。马可尼呢也承认啊，我是干了这事儿了啊，所以最终呢特斯拉也胜诉了。但是呢，问题在什么呢？这事儿摩根就知道了，摩根又急了，你没告诉我呀？对呀，你拿我钱去发明，设计出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你还让我继续投钱。更重要什么呢？要命的，你要设计无线电，人类免费用电，你不开玩笑呢吗？你这样的话，我用电我无法控制电量，我怎么赚钱呀？你整个资本的金字塔就倒塌了，你这开玩笑呢？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整个统治阶级全都不干呀。所以呢，摩根呢就瞬间取消了投资，转而跟那个马可尼合作去了，做无线电通讯去了。后来呢，再也没人敢给特斯拉投资了。而且呢，之后的某一天，特斯拉这个研究室就突然起火，里面的重要的资料全没了。全烧光了。所以呢，特斯拉呢，因为他的发明让他的思想过于超前，他老不让别人赚钱，所以之后呢，也就遭到这种抵制跟抛弃。之后呢，也没有人再给他投钱，常常自己啊一个人在那个自己的研究室里做的研究嘛。他为了发明呢，被迫负担了高额的研究费用，财务状况越来越差。当时呢，很多有权势的大公司也通过各种手段，法律呀、权势啊，把他的大部分专利全部抢走。靠这些专利，这些公司都发展成现在美国当今的电子行业的龙头老大了。再后来呢，特斯拉的个性和思想就越来越怪，很难理解了。他开始研究的东西呢，也开始颠覆认知了。你知道他研究什么吗？比如说他发明了一种死光。什么叫死光啊？就是可以在300公里以外摧毁所有东西，瞬间摧毁。跟核武器差不多，那比核武器厉害多了。还有呢，在研究就是跟死人沟通，与死人交流。还有呢，这种跟外星文明交流啊，他之前一直在研究这个项目，而且有传说啊，据说已经取得联系了。所以呢，在之后呢，花光了大部分钱以后啊，特斯拉的晚年呢非常凄惨，就只能一个人住在纽约市的一个小旅馆里，很少出门，也不爱交流。1943年1月7日，特斯拉在旅馆的房间中去世啊，享年87岁。死后的第2天才被人发现，之后 FBI 立马进屋收走了当时所有的材料。据说这个当中就有特斯拉晚年研究的很多终极武器，比如说能制造龙卷风的武器，还有能制造雷电的机器，还有制造地震的机器。官方呢说特斯拉是因为心脏衰竭去世的，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被害死的，这里面传闻很多。当然关于特斯拉的比如彩虹计划呀什么这些，我们之后都会单独讲一些啊，传说非常多。但不管如何呢，特斯拉的一生就算比较悲惨孤独了，而且终身未娶啊，没有什么爱情呀，没有什么这些东西，他比较怪的一个人。直到1960年，人们才重新开始认识到了特斯拉对人类的贡献非常大的。所以呢，为了纪念他呀，当时呢就将电的感应强度的国际单位命名为特斯拉了。他呢曾经说过，如果我愿意，我就能把地球劈成2半。这么牛的一个天才呢，他其实也就是只想造福人类。可惜呢，他不明白人类社会的运转方式，这些本来是宇宙呀或者上帝啊赐给人类的东西，电呀、水呀、资源呀，在人类社会当中已经早已成为统治阶级操控的工具了。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对啊，我特别认同，这个世界不配拥有特斯拉啊。跟
真的是，一般就是特别光鲜的人在前面，默默无闻在后对面的对对人才是，光鲜人都是坏人比较多。对对对，我小时候就认为这个人类都是不断的科技发展，不断的这个进步的，但其实不是，远远不是，不是，其实差远了。是在倒退，你现在也是嘛，现在也在倒退嘛。一直在啊，倒退。不管科技可能有一些进步，但是思想呢、文化呢，很多都在倒退啊。